云南女孩被曝是稀有熊猫血后10年。1月19号，在腾冲未开发的野山呢，距离家人100米的地方玩耍，10分钟里凭空消失。近几年来，中国有太多的小孩都离奇失踪了，有的呢是从暗处失踪的，有的呢是在明处。比如说这位王思俊小孩的妈妈，她把小孩带去看了儿科，没想到她的小孩却死在了肾科。她的小孩呢也是熊猫血，肾没了，血也没了。他说必须在他们医院里面看，不让出院。我觉得也挺奇怪的，为什么孩子进去了就要让输液，所有的机器就绑在了他身上，就不让我们出来了。每天孩子都是1点钟就被他们给接走了，要到晚上10点钟我才能接到我的2个孩子。孩子都是能自己自理，机器什么就绑在他身上了。他们说是给孩子测量血压、心电图。你的孩子血压高吗？不高，但是在那医院里面，我们病房里面是有护士守在门那里的，不让我们出来。10多岁的小男孩也在里面，而且每个孩子吃的药都是一样的，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孩子出事的时候是有其他人告诉我的，都不是医生告诉我。后来我要进去看，10几个医生按着我的孩子帮我撵出来的，我没有见到我的孩子。这位就是云南稀有血型的女孩，但是她的照片只要一发上去就会被封掉。8月23日15点40分，我还在去看我的孩子，只是我的孩子跟我说，妈妈，我看到血了，我好害怕。医生从我腿上弄血，是这么说的。到4点多，同病房的人告诉我，说我的孩子死在了肾科。家属交通赶到昆明5个钟头，赶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不让见，要让签捐器官的申请书，而且医生也没有说是要捐器官的申请书，根本没有向我们说明。ACU 的门还是孩子的姑姑踢开了门才进去的，医生说不让拍视频的，他们就叫来保安也不让看。那病历当时也没有，是 ACU 的医生叫了10几个医生现赶了5个钟头才赶出来的。在他的直播间也直接贴出了有人正在寻找目击证人，一名15岁的在校学生头没了，四肢没了，双肾也没了。您最近看新闻了吗？有一个小学要求学生验血做体检，其中一个学生他就是不参加，说我的妈妈不让我参加。学校以为是孩子撒谎，结果没想到的是家长更加郑重地表明态度，就算是免费做他们也不参加。同时家长还提出了质疑，学校为什么突然就临时通知体检呢？验血绝对不参加，担心孩子血型隐私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他们无法知道到学校的体检的是什么样的机构，采样之后的数据又会被送到哪里，做什么来使用。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稀有血型，那么泄露的隐私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每年可都有孩子无缘无故的失踪啊。左边这位应该类似于班长，他在跟这位同学要身份证号，因为学校要做 DNA 的样本采集。这位同学就问说，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位班长说不知道。同学又继续问，是哪个单位啊？班长说不知道。同学继续问，谁问你要的？班长说是学校，大家只是去学校里面上课的，为什么要 DNA 的样本呢？细思极恐啊！甚至有人在评论区直接爆出，这个不是人贩子在做的事，而是来自于一个特殊部门，他们有特殊的证件，司法都不得干预。先不要划走好吗？被诉看也没多久，谢谢您了。一个28岁的实习医生，因为举报医院腐败，最后从隔离孔坠楼身亡。被举报的医生医德败坏，不能用人来形容。这些个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官方说是自杀，但他的电脑里藏着16斤举报材料，还有40万异常转账记录。2024年5月8日，湘雅2院的罗帅宇医生在宿舍坠楼身亡，警方初步判定排除他杀，但家属发现现场疑点重重，坠楼点离宿舍7米远，床上散落破碎眼镜，包里有2.5万现金，电脑数据被篡改，恢复后显示他举报刘祥峰非法器官交易洗钱，医院试图封口，先赔20万，后加价到85万，要求家属签保密协议，承认自杀。罗帅宇举报的刘祥峰是湘雅2院副主任医师，罪行触目惊心。虚构病情，无论患者有没有病，一律当肿瘤处理，强行化疗或手术，非法敛财，收受贿赂66万，侵占手术耗材193万，甚至让机器人给病危患者动刀。致5人重伤，切除正常器官，导致患者9级伤残。罗帅宇的死亡疑点太多，可以短信坠楼前发给陌生同事，罗帅宇出事了，请回原科室上班，40万转账，医院以劳务报酬名义打款，但罗帅宇是实习生，月薪仅几千元，家属维权。罗妈妈整理了16斤举报材料，至今未得到官方回应，只能靠网友声援。一个年轻人用生命揭露黑幕，却被定性为自杀，他的电脑里藏着多少未曝光的罪恶？今天我们不是要骂人，而是要问医疗腐败何时能停？
情。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网络是不能够轻易发声的，所以如果要顶起一部影片的话，一定是要聊跟这个影片内容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所以呢，你们就会看到第一条评论写的是电量还有多少，大家就会回他，电量到底是还有多少？这就是中国人微小的力量啊！把这部影片顶上去，因为被进口了，所以大家就只能够用数字来这样子把它给顶上去。还有人呢就说句号在这儿，然后呢用句号把它顶上去。哇，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想要顶上一部影片，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么可悲。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为了要把它顶上去，大家就只好用句号不停的去顶这部影片。还有的呢是说想跟大家换一下表情包，但实际上大家就是为了要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看到真相，中国人的坚持啊。还有人问端午都买了啥送长辈，他刚发达3分钟前，他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条顶上去，因为评论区只能够聊跟这件事情没有关联的事情。看到了吗？这就是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小罗医生，他作为底层老百姓的孩子，勇敢地站出来参与检举行动，做斗争，最终离开了人世。3到9个孩子，他要分3到5岁啊，6到9岁，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去了，那标本的要求不能沾水啊，要去什么静脉血，比较复杂。这个呢是我在南院长说需要牵头的。我是当联络员，不是那么一下子收集完的，估计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补充信息上面就是这个小孩有没有腋毛，有没有什么女孩子有没有乳房发育，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体征，他病史里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统计一个这样的表格汇总，然后每次如果有合适的供给的话，就收集这样的信息。出去或者就看一下这个他们要去看那个供体的下腔静脉血了，要留一管10毫升放到实验室来处理保存。还做什么石蜡冷冻切片。现在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体检，学校抽血都不带通知家长的。是的，抽血都不说。在幼儿园体检的时候，他没有报抽血，只是牙齿和视力，但是他女儿带回来的单子里面有血常规。我们学校体检几次也抽血，从没见过血常规。学校抽血啥的不建议孩子参加。这个人还挺聪明的，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沉默，以后或许我们都能成为受害者。已经是受害者了。学校请不要给我们的孩子做体检，我们想体检自己会去。今天每个沉默者将来都可能是受害者。罗帅宇医生用3年的时间收集医院的腐败资料，可惜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能把举报资料交出去。家属将资料打印出来整整16斤重，仍在为真相奔波。是58岁的一个男孩，他喝了酒，然后就在刘某峰那个科室急诊科，他进去过后，我们就决定那个刘某峰就给他用大分析机器人给他做手术。那个刘某峰是相当坏的，他先让我儿子给病人把那个肠子分一下，然后他就把病人的健康的小肠割掉，然后他就想把责任就想推到我儿子身上。我儿子和他的同学后来看他走了，他说他要到南京，那个刘某峰他说他要到南京，他把病人的那个东西给割下来，他是要带到南京去。他说他是第2天的飞机嘛，他割掉过后，然后就是交代让帅宇把剩下的那些手术让他们去做嘛。我儿子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48小时，还有他的同学。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的电脑手机里面还有记载着很多那些资料，你包括他那个大分析机器人有一个小组研究的是肠管移植。你想为什么他总是喜欢把病人的什么小肠当盲肠割掉，而且割掉过后他是拿去，我儿子也说过，他说没有这么简单，你想错了，他是教授，他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吗？他是有其他的用途，而且是对于刘某峰他是急诊科的，为什么这个大分析机器人是在急诊科，他不是应该在这个肠道科吗？为什么会在急诊科去研究了？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举报材料里边有一个小女孩是被一个所谓的父亲把她送到了这个白房子里，定性成了脑癌死亡，然后捐献了0兆。我希望咱们水老师在这边和那个帅宇小叔，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事件，好吧？
这个小罗的电脑材料当中是有50份关于零件获取来源的档案。那么这里边有2个档案是要提一提的，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姓吴的小女孩吴某红，11岁，入院的原因是脑死亡，捐献的原因也是她的零件捐了，签字的是白大褂签了，有一个所谓的家属签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是靠什么人在支撑呢？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父母了。他们父母现在开了抖音的直播，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网络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三小妹也有点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件事情啊，肯定也没有那么简单。评论区大家就在说啊，老百姓是打不过资本的，应该要找香港的律师。罗爸罗妈培养了优秀的儿子，因为牵扯的人太多了，他们根本就不敢立案调查，因为真相大白了就会倒下去一大片，社会变成啥样了。那么看完这些你有什么想法呢？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帮三小妹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